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疗愈团的老师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孔云龙。情深似海，祝愿你们生活美美。不管是恋爱还是婚姻，不是段子，还是要来到现场，把实事情况我们娓娓道来，才能断个是非对错。生活中总有是是非非、坎坎坷坷，但是我们真心相爱，爱情就能进行到底。我是你们的朋友严敏红。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白燕怡。我觉得在爱情当中，其实我们都是会把对方过于的神化，然而神话带入到生活当中，有可能就会带给我们巨大的失望。所以当爱情进入婚姻的时候，不是说它就进入了坟墓，而是说我们的神话被自己打破了。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真正的爱情啊，会给人带来改变的动力，而不是改变的压力。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啊，今天的两组嘉宾他们有怎么样的困惑。有请两组嘉宾。欢迎大家。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沈先生45岁，来自河北，业务员；李女士42岁，来自河北，销售。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难题呢？两个人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他太唠叨，老嘚嘚我。他太抠门了，控制欲特别强。他老和我打架，嫌我抠门，给他钱他也留不住，所以就不给他钱。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是他偷偷的给前妻打电话，背着我给孩子钱。到底怎么回事啊？遇到什么问题了？就是我们两个吧，在孩子教育方面就是分歧也挺大的。我想的是让孩子就是以后有一个好的前途，但是我老公就不这么想。我老公就想着啥呀，能在自己身边可以照顾着我们，挺自私的那种想法，就不想让孩子上远的地儿上学呀，或者是发展。咱们结婚多久？孩子多大了？我们结婚10年了，孩子现在10岁。都是第一次婚姻吗？我是第一次，老公是那啥。哦，他是第二次婚姻。那第一次婚姻先生有孩子吗？有，也有哈。但是在这个孩子教育问题上，你们分歧很大。我特别记得是在我女儿幼儿园中班刚学的那个加减法嘛，不是？他就比如说一个2加3等于5啊，会了。然后呢，3加2可能他就反应不过来。然后当时的时候我挺激动的，就是教了好几遍，这孩子都反应不过来。然后当时我都挺横的，跟那个孩子嚷了。后边他在外边吧，听着挺不满意的，就说你老一直在那个熊孩子，越熊的话他越那个不会了，越熊越懵嘛。然后我说那你来吧。结果他进去还没1分钟的把孩子给打哭了。教育方式就这种教育方式。小姑娘你咋还动手了呢？那打2下我也没使太大劲。我做数学题的时候，老伴随着妈妈骂我，爸爸打我，到最后呢，我因为讨厌他们对我的打骂，慢慢我讨厌学习，这就是厌学情绪最初的来源。听着了不？是后来都不打了，我也不管了。你这不管也不对呀，让他妈管呗。这后来他就不管了吗？他啥也不管。你们家这老公也确实是很极端。他现在学习成绩怎么样？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你俩之间还有啥矛盾吗？就是他特别爱喝酒，喝完酒以后吧，他就爱耍酒疯，一般情况下都是晚上喝，喝完了以后吧，你说到晚上了11、12点了，咱都在楼房住，那小区里边特别安静啊，他回来就招奔我们娘俩，就是逗逗我闺女，逗逗我。但是你说孩子他得上学呀，他一般几点回来？一般的情况下他喝完酒都得11点多，11点多来就是这方面我不承认啊，因为这也不叫耍酒疯，对吧？因为回来跟他聊聊天啊，逗逗孩子玩啊，那不叫耍酒疯啊。逗逗是逗着玩的逗啊，还是说是什么个发酒疯发脾气那种？对，还是说那种就是逗他们呢，不让他睡觉啊，聊会儿天啊。孩子弄得都特别烦，他平时的时候还好，就尤其是喝完酒了就这样。不是，那你这多久一次啊？也就是接几天喝一次什么的。他就一周几次？1周3、4次吧。哇，那可够频繁的。那他第二天他醒了以后呢？人家就不知道了，就没事了，跟没有发生过这个事儿是一样的。你不赔礼道歉呀？我这也没错，我赔礼道歉什么呀？你看现在还这么说。他经济上就财务上对你怎么样？说起这个来更生气，就是不跟别的似的，就是说女方拿钱是吧？但我们家就不是倒过来的，是他拿钱，然后就是花1分啥的，然后就跟他要1分这种。你工作吗？赚钱吗？我工作，我做销售嘛。我销售的话，就是我挣的工资，就是
我女儿我们2个用。还有一点是啥呀？她就抠门抠死了，真的，这个抠门这个劲儿我也确实是受不了了。她就是孩子，就是比如说舞蹈啊、业余的那种班嘛，她都不让孩子上。但孩子太小呢，刚多大呀？这上这班那班不累吗？而且就是啥呀？平时的时候她都不让我买衣服，她说有衣服穿就行了，她不让买。我都挺多年都没买过衣服了。还有一次就是我们那个同学聚会，结果你说同学都这么大是吧？人家穿的都挺花花绿绿的那种，那就我穿个破背心子去的。你说当时我就觉得特别自卑。回来我跟他说那个管别人干啥呀？你过你的就行了呗。再说你也不用跟他们总聚会，那多费钱呢，你甭去。那他对自己抠吗？他对自己，他对自己不抠，他自己抽20、30的那个烟，他都舍得。这1个月他得抽4、5条呢。哟，1个月就得800到1000。对，800。不是这1000块钱还不够给孩子报一个什么兴趣爱好班吗？他就不给报。两回事啊！咋就在外面对吧？都男人是吧？喝酒抽根烟，这在外面喝酒1周4次，1次得花多少钱啊？也不能老人请你吧？喝酒没准儿。有时候花几百块钱，有时候人家叫咱们去跑业务嘛，都是人家叫咱们去的多。1个月花也得花1800吧。这2000已经没了啊，2000多。哎，您1个月挣多少钱呀？挣4000多块钱。那这不到2000都给妻子和女儿用吗？不给。没有，为什么不给钱呢？我得说一说这事儿。他背着我投资，钱都赔没了。前几年我是做投资来着，投资了以后吧，其实是被骗了。当时我也想着，就是说，都想着说能赚点嘛，然后我就投了以后吧，就是还接了点儿，就是在我妈那儿啥的亲戚朋友那儿都接了点儿，到现在吧，就是还打着官司呢，这事儿也没完。借了点是多点。你赔了100多万，你是借了多少？100多万，没借那么多，借了20、30万，就家里边有点，然后就是在外边借了几十。你说这大事吗？那先说不跟我说，你投资，你不能商量一下？但是当时有这个机会，我当时就没来得及跟他说。这什么叫没来得及？那钱在你他手呢，钱花出去，我这干什么呀？就是最早你们的家庭模式，这个钱还是都给妻子的，是这意思是吧？一说我抠门，我怎么抠门啊？对吧？你这么大事不跟我说，我什么事跟你说呀？他就这一个事儿，就成天的就是拽着这一个事儿说，然后就不给我钱。我跟你说，你看对我们，哎，这话怎么讲？讲人家儿子怎么了？儿子现在是跟着谁？跟着他妈呢。前妻啊，他总背着我跟他前妻偷偷联系，我都逮着3、4次，总打电话。我前妻给我打个电话，说你这个孩子该准备房了啊，该准备车了，该结婚了啊。您准备什么了？给他？我什么也没准备呢。没准备？没有。他没给儿子花钱。他总给他，平时零用钱啥的都给，几千的给，根本就不跟我说。我是翻他手机的时候翻出来的。以前孩子不上大学吗？那交学费呀、什么都是我的事啊，那不给就行。孩子怎么也得20多岁了吧？这23了，23了都，现在上班了还给呢。哎，你们结婚10年哈，你们家就你们2口子带孩子吗？还是有老人帮忙啊？现在就是我们2口子带，就是一般情况下都是我带。那就没有婆媳矛盾呗，这好点。有，提起这个，其实我也挺委屈的。你怎么了？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他都没有给我过彩礼，也没有举办过婚礼。我们岁数大了，我这想呢，也没通知他们。结婚没通知你？没有，因为我2婚嘛，我都没通知。他不是初婚吗？他初婚，我2婚呢，我都没通知。他初婚，你不管怎么着，那你不为人家闺女，人家这女孩，人家也得要脸面呀，人家也想要一个幸福的生活，你没替他想过？没，他爸他妈操持的。哎呀，我就等于白捡个媳妇儿。不是，那姑娘，我想问问你，那他没给你婚礼，没给你彩礼，那你为啥要嫁给他呢？当时的时候就是挺傻的，觉得我自己不管家里同意不同意，然后也就是义无反顾的就跟他在一起了，就是不需要啥婚礼。当时你们谈恋爱谈了多久？得有6、7年吧。先生，您离婚离了多久？我记得是我儿子6岁离的。您离婚之后多久跟这个女士结的婚？过了8年以后吧。所以您是离了婚之后认识这个姑娘的？对。他哪点打动你了？什么都不要，他还是2婚，你一大姑娘嫁给他？
他之前的时候就是对我特别好，就是不管哪方面照顾的都挺好的，也不像现在似的说耍个酒疯啊、喝个酒啥的，也没有这些。我就想着，反正就是过日子呗，也是就是我们2口子过，是吧？也不是说跟那个父母啥的过，所以当时的时候我就没有要这个什么婚礼啥的。包括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她也没跟她妈他们说，现在我都不跟她妈她爸的叫爸妈。女儿生了都不告诉爷爷奶奶？没有。然后坐月子的时候就都是在我们家做的，都是我妈伺候的，我照顾的我。婆婆来看了吗？没有，钱也没出，人也没去。我妈岁数都大了，也动弹不了啊。看一眼总该看吧？没看过，但是现在大了，带着孩子去，但是我不去。是不是你爸妈就挺认你前面那个的？现在哪个都承认，听着不像呀。但是他们都什么也不说。不是你们结婚生子都不通知父母，我只能理解为父母就不同意。父母就看不上这新儿媳妇儿，满心就觉得我们以前那媳妇儿好，以前那孙子好。我只能这么认为了，否则为啥呀？哎，姑娘，为啥呀？我们作为普通人的这个思考就是这样的。那么你觉得为啥呀？他父母既不来参加婚礼，又不看你坐月子，也不跟你来往，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你怀孕，他根本就没跟他们说。为什么？你觉得？我不知道他为啥，他就说他们年龄大了，不让他们跟着操心。是这样啊，您结婚的时候是10年前，也就是说您32岁了。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大概有个推测吧。大概的推测。为什么他就不带跟他爹妈说的？具体他因为啥，我真的是不是特别清楚。我没告诉他们。你们在谈恋爱期间，你没有想过要去他们家去看看，去拜访一下他父母吗？去过啊。哦，见过他父母？见过。没有对你表示什么不欢迎？没有，对我也挺好的，我觉得也挺满意的，也挺啥的。但是后来，作为咱们家长辈，我问问你，你要嫁人了，你32岁了啊，作为你舅舅，我特别开心。但是我听说对方一不办婚礼。2，对方父母不知道，孩子，你是初婚，他是2婚，对方礼数这么怠慢，咱们家都是你爸你妈操持了整个婚礼，你不应该给咱们家长辈们一个解释吗？我妈他们当时说的就是他们不管咱们家操。为什么他们不管？你妈连这事儿都能忍喽？我妈女儿出嫁。对方爹妈不管，我们家姑娘活该，你信吗？那肯定不是呗。那是什么原因？不是这个事儿，你不得问问？当时啊，他爸他妈把我当儿子。这个，咱也不用去刨根问底那么细了啊。我的天！但是明显这事儿有来历啊，真是明显就能看出来，男方家庭对这个儿媳妇是一点也不重视，而且我看你老公对你也不太重视，是吧？但是哎，他又从钱上在早些年还是对你信任的，把钱都给你了，投资失败了，然后这么10年就过去了，你们也走到今天了，稀里糊涂不明不白。那其他呢？除过这些，你们俩这10年来感情怎么样啊？你俩还有感情的互动吗？感情他特别小心眼儿，他的意思就是在乎我，但是我觉得他那是一种约束，是一种捆绑。我现在不是上班做销售吗？我上半天班，就是早晨的时候8点10分到班上，然后从班上到我们家吧，如果骑电动车的话就3分钟，走着的话就5分钟。我平时中午的时候12点半就下班了，如果说12点35分不到家，那电话肯定给你搂过来了。如果你不接，那视频就叭叭叭的，你就等着吧，就来回来去的就给你打了，就必须得看见你这个人干啥呢，跟谁在一块儿呢，就这种就捆着。不是担心他吗？时间长了怕有车人碰了什么的。你要这么关注你媳妇儿，哎，每周4天别在外边喝酒，回家看着媳妇儿，要不然你跟那喝酒，媳妇儿不知道干嘛去了呢。哎，先生，你觉得你老婆现在还爱你吗？那现在我看不出来了，因为离我越来越远了。又爱他，那不都是你造成的吗？你还现在说这个？有人说了吗？他做了什么？抠门？您感觉离您越来越远了？那对这点事儿的斤斤计较，这是一点事儿吗？这不每天都在发生的吗？这对我来说也不叫事儿，对他的关心呢是啊，他对他来说就是没有自由。对，没有自由，没有经济的支持，那我得攒钱，我得有的账我得还点啊，是吧？那不能不还呢。
但是那你对那边他总是那啥呀，总是背着我还给那边钱呢，对吧？现在给的少了是吧？但是您也没难为自己，家里欠几十万外债，每个月1000多块钱烟钱，1000多块钱酒钱，您没给自己短过，没错吧？没错。哎，你妻子说，你女儿和你妻子的开销是你妻子负担的。是啊，那万一不够了，我得补点啊。那是万一，那99%9999够的时候，你那钱就自己留了。现在我不敢给他了，给他钱没了，我还有到时候更难受。我问一下，你妻子有过一次投资失败，这事儿能原谅吗？这辈子还是说咱们2个日子已经过了10年，咱们女儿你已经帮我养到了10岁，但是这180万，姐妹儿，咱不死就没完，在这100多万搞定之前。你和咱们家姑娘想从我这儿拿1分1毫门儿都没有，是这意思吗？是这意思。你听见了哈？我不想跟他过了，我现在就是他约束的我实在也是受不了了，控制的我实在是没有人身自由了。你说你还是指他给你打电话监督你、监察你这方面是吗？先生，你太太觉得不舒服，咱能不能不让太太不舒服了？她出去工作，给她打1回电话，她不接，待会儿看到了回给你，这样行不行？你考虑吧。你的诉求第一个说别再这么监管你，第二个还有吗？就是别再对我们那么抠了呗。在钱上对你让一让是吧？能出多出点。老师们有什么建议呢？云龙老师，我还是希望这个男方这边稍微也可以改变一点，给放下。还是放下，毕竟又是自己的小棉袄，对不对？也爱喜欢，而且女方也是，其实心地多善良啊，啥都不图就跟你就结婚了。但不管是别的什么，在以后的道路上，我希望2个人能够并肩作战，把这个困难咱扛过去。就路很长很长的后边，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多好啊！老沈。你生咱们家女儿为什么呀？你为什么生的她呀？喜欢呗。哪儿看出来了？你的女儿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这爹要钱不给，功课不管，生活不管。你女儿知不知道她成长的经费基本来自她妈？那不知道，在我们亏得慌吗？亏得慌吗？就一点，现在你问问她。我当年赔的那100多万，我错了，我欠你的，这辈子我就跟你在一块儿，你爹你妈见不见我都没所谓。但是，女儿的成长需要关心，女儿的成长需要你在经济上的支出。少抽一口行不行？少喝几顿行不行？你问问他。我给你赔了100多万。现在事儿已经过去了，是我不对，我错了。您能不能以后多关心点孩子？行。多少？1个月4000给多少？亲骨肉。那给一半呗。给一半。给一半是多少？2000块钱。对。你儿子怎么办？我儿子倒是大了，自己挣钱了。现在。啊，你的酒、你的烟怎么办？我是少抽少喝。你问问他说话算数吗？老公，说话算数吗？说话算数吧。啊，算数。行嘞，录下来了，回去这期视频网上有，一定拷下来啊。我说完了。妻子，说实话啊，我不太相信你老公刚才回答的那些话，什么能拿出钱给你啊，这个那个，我不太相信。当年的100万，我想亏吗？我去投资不是因为也想多赚点钱，是没告诉你错了。但是初衷什么呀？是坑你的钱吗？你媳妇坑你钱吗？没有吧，也是想把家里日子过好吧。我看一下。人家说了错了，怎么着10年不够惩罚呀？惩罚一辈子是吧？所以我跟你说，姑娘，我要是你的朋友兄弟姐妹，我真不建议你再跟着他，因为他可主意正了。他能你怀孕生孩子都不告诉他爸妈，我天，我听都没听过，闻所未闻。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啊。当然，我们的初衷都希望你们过得好，能够夫妻在一起共同面对生活，能够共同抚养孩子、爱孩子。但是如果这个人带来的不是给你婚姻的幸福，不是给你孩子一个称职的父亲，不是给你一个可靠的丈夫，给你的全部都是不愉快和你的这种自尊越来越低的低自尊的人生，那你要他干啥？你自己考虑，这是我的建议。小李啊，
我觉得你的错不在当年那100万，那不是你错误的开始。你错误的开始一定比这要早得更早。如果自己娶妻生子不花1分钱，还这件事情要不能告知父母，只有一种可能性，这件事情带给父母的不是快乐和荣耀，带给父母的是其他的。所以对于小李来说，可能你的错误是在认识他的那个时候就已经铸成了，你没退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一直在为你当年的某些冲动的错误和执拗去买单。如果你今天选择跟这个男人分开，就意味着你过往曾经的所谓的山盟海誓，所谓的海枯石烂，所谓的坚持爱情，都是个笑话。你过不了自己心里的那个坎儿，因为你为了这个所谓的爱情，你失去的东西远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得多，所以输不起。只有输不起的人才会任由别人来去控制和践踏自己。所以两位，我真的希望刚才老师们说的，不要活在过去，活在未来。既然你们为此都付出了如此昂贵的代价，那我们就把现在和未来的生活过好，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你们，也才对得起你们在过去道路上牺牲掉的那些人，否则的话更不值得。钱不能给我们带来高质量的生活，但是钱却能毁掉原本可能幸福的生活。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哈，我们想看高清画质的电视，我们一定要付出很多钱吗？未必。咱赞助商中国广电，看电视享 5G 高清画面，实惠又畅快，欢乐是共享的。就是那次投资，为什么孤注一掷的需要赌这次能够翻身好，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呢？为什么？因为你们觉得钱能改变一切呀，钱能带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实则教训是深刻的，目前还在还债。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假设你们今天离婚了，这个债怎么分呢？我先问先生，债怎么分？怎么分呢？到时候这我全担呗。你全担是吧？是啊。真的吗？那担不了那么多，也得分他点啊，一人一半吧。妻子，如果离婚了，这个债怎么分？我自己赔的，我自己担，不用他。我希望这期节目结束之后，不论现在你们决定是否做出来了，一定要好好看看这期节目。看电视，你们俩一起在家看电视，别刷手机，一起看这个节目。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俩的表情和选择，他们俩的第一句话都是自己担，对不对？后面又犹豫了，老公犹豫了，妻子笃定。看到没有？在这段感情当中，谁付出的多？好好看看你们的表情，很坚决，妻子很笃定，丈夫很犹豫。所以这段感情当中，你是亏欠者，不能因为对方的一次错误，你就要用接下来的一生都来去报复他。小心你未来有后悔那一天。你现在之所以对儿子这样，人都成年了还在给他钱，你在干嘛呢？就补偿嘛。你心里是觉得对不起儿子吗？可是再过去，再往后几年，你这种心理就会亏欠在自己的女儿身上，就亏欠在自己的妻子身上。也许那会儿是前妻哟，但是你们好好想一想，真的，我们还是有感情的，我们彼此都有错误，为什么不能给自己一次机会？什么机会？迎来幸福的机会。就这样。谢谢老师。这个有缘能成为夫妻共同养儿育女，其实还是有很多情谊在里边的，希望两位慎重考虑吧。好吧，来请二位先休息一下，我们请上这对夫妻有什么故事。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孙先生33岁，来自吉林克服；常女士42岁，来自天津；
自由职业，他们的感情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你认为你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特别没有边界感，认了好多妹妹，分不出绿茶汉子茶。他比较喜欢爱花钱，可以说是挥霍无度，就以我现在的收入，完全是负担不起了。他想要个孩子，我年龄太大了，不想要，而且我养猫跟养孩子一样的。他特别喜欢养猫，养了整整5只猫，其中有1只经常和我打架，挠得我全身是伤。我想送走，他是坚决不让。他现在对猫比对我还好。结婚几年了？领证的话2年多了。其实应该还是挺好的时候呀。有孩子了吗？没有。还没孩子呢，应该是俩人蜜月期一样的那种，怎么就来我们这儿了？我们本身在天津租房子住，天津没有自己房子。我本身有一些欠款，我每个月要还欠款，1个月我就6000多块钱工资。他养了5只猫，你能想象吗？我也喜欢小动物，但谁家好人家一养5只猫啊？对猫这比对人亲。家里他老大，猫是他孩子，我就是老七地老爹。那猫揍我，我不能揍猫；猫挠我，我不能训它。在家里，这人家夫妻矛盾、婆媳矛盾，你家猫和人的矛盾。对，就是尤其他养的1只猫。总挠我，没事就挠。老师不是跟你们瞎玩。你这撸袖子是有伤是吧？老师，看我身上还有，全是那1只猫的，那1只挠的。对，猫挠的，全是这胳膊、右胳膊还有身上都有，就那1只猫，也不知道怎么没事就挠我，没事就咬我，没事就揍我。老师不是这样的，就是这5个猫有2个还是他弄回来的，然后他偏心眼儿。那个猫吃饭的时候他不让人家吃，他吓唬人家，零食也不让人吃。然后没事别的猫犯错了，他就打那个猫，然后他没事就掐人家猫脖子。那犯我也挠他呀。那猫不欺负我，我会欺负它。5只我就欺负它1只。那你不欺负它，那猫能欺负你吗？那怎么不欺负别人呢？5只猫我就不待见那只吗？对吧？不是那个猫挠我，你说总挠我，你给它送走不行吗？啊，不行，不干。我1个月6000多块钱工资，除了还贷款，我租房子，其中得2、3千块钱每个月花猫身上。对，6000块钱工资，交房租是男士，所有家庭所有开销。房租多少钱？每年2万多块钱。啊，好，然后这个养猫1个月多少钱？2000多。那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多呀。等等，女方这个女士，你的工资呢？我就是平时偶尔兼职什么的，大部分还是他承担的。那你1个月能有多少收入？我这不固定，有时多点，有时少点。平均2000左右。2000，你们家8000收入是吧？基本上都是男朋友在维系全家。然后还养了5只猫，这猫吃什么？就是猫吃什么？老师，什么？我严老师家里也养猫。我养2只猫。老师，你听我说，我每顿饭在天津，每顿饭几块钱，我只吃食堂。因为我只吃得起食堂，我工资按月要上交。然后这5只猫，我跟你说，有的喜欢吃冻干，有的喜欢吃肉，有的喜欢吃荤，还有喜欢吃素。每个猫有不同的口味，有不同的口粮，每只培养的20多个，那比我吃的好多了。跟你说，哎呦，真是！老师，人家养猫都花的就是特别多的钱。人家挣多少钱，你挣多少钱？有多少牙口，吃多少饭？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给猫花的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多。那这样我这么问吧哈，你在你老公身上花的钱、花的精力、花的心思，比那猫多还是少？我觉得多，他觉得少。怎么多？你给我们讲讲，我们听听。我就是给猫买10块钱的猫粮，然后罐头就是几块钱的，跟别人家差远了。他要是要钱什么的，他说没有钱，我都给他。给多少？就有的几百，有的几千，有的上万。不是1个月给多少？正常给就是我每个月收入，有的时候除了我本职工作，有的时候可能会出去干个兼职什么的，就是每个月我收入全部上交，然后他给我1/3，除了养猫的花费，买各种乱七八糟没有用的，那个喜欢囤货，家里正常你说，就以纸为例，就是那卫生纸，你说家里备个1条2条，是不是够用一段时间了？那哪有买纸比超市都多？一摞那个纸2年用不了，你知道吗？那卫生纸能摞那么高？那个买药，正常家里就我俩就2个人生活，买药你备1盒2盒感冒药，备一盒2盒消炎药，够了吧？那谁家好人一买药买4000多块钱药啊？什么药？我1个月什么药啊？冬虫夏草啊，还是不是就是普通药？光消炎药就7、8种，一备20多瓶消炎药，就各种感冒药，这那药。那会过期的呀。
对呀，是汇过去，一买4000块钱。我就买那一次，而且就是促销的时候买的，就是买的都是常用的。促销还促销的事儿，药店搞促销，到最后为了凑那4000块钱额度，没有东西买开塞露。那个开塞露，就是因为我那阵手过敏，我听人家说是偏方，人家那个开塞露就是排毒，不是那抹手上那个油，然后买完以后没有用，让我拿开塞露洗手抹手。我没让你洗，那不我洗。你怎么没让？你让我好几次。那我是让你试试看管不管用。然后就是买那些乱七八糟的快递，就正常人家买快递，你说完了喜欢网购或者喜欢买一些便宜东西，对吧？很正常，我也可以理解。我们小区驿站的老板看到我跟看到亲人似的，取一次快递那个大袋子不是正常家里袋子，3袋子一清给快递驿站清货价。那快递站老板说你不来他都没地方放快递。那不就那一次吗？再说了，不是你买啥你能跟我说说吗？就是正常的，就给自己买的东西很少，然后除了猫的、它的衣服、鞋子，然后就是生活用品、纸啊什么的。不是他不是说你一次都几十件吗？对，但是便宜啊，我买的性价比高啊，我买完就涨价了。那你囤完能用完吗？请问？能用完，就是用的时间久一点。所谓的都能用了，我告诉你们，老师。各位老师，我跟你们说怎么用了，用不完，包括那药不要过期了吗？亲朋好友挨个发药，那是正常人类能干出来的事儿吗？还有你说我总说他乱花钱，我俩房子刚一直都说了，来天津以后一直是租的，愣是花了8万块钱给人租的房子整体装修了。你们有多少钱？不是谁出的这个钱？8万谁出的？他家不要彩礼，我妈拿出来给我俩正常生活的钱，他直接从里面拿出8万。就你家出的钱呗？对。拿出8万给人租的房子装修了。那个房子我们住的是毛坯房，什么都没有，而且当时就是想租的时间久一些，自己住的舒服一些。那你过日子你不过得舒服一点？哎，你妈妈没生气啊？这8万她拿去装修。我妈生气，我不说了吗？现在家里就这样她完全管不住钱。我妈呢也不知道，就我妈从小稀罕闺呢，就看到她跟看到亲人似的。就我从有她以后，我都不亲了啊，照样她管。就我怎么跟我妈商量，就婆媳一条心，就不打，你知道吗？孙先生，我有一个好奇啊，您今年是33岁，您夫人是42岁，她比您大9岁。对。你妈妈喜欢你吗？我妈喜欢我啊。你妈妈这么喜欢你，当她去看到自己的儿子找了一个比自己大9岁的女孩的时候，你妈妈是还把她稀罕的不行的。一是我妈从小就稀罕女儿，第二点就是我父母从小就是对我一种放养状态，他们只能给我一些经济上支持，因为他们工作，像我母亲1个月要出差25天，我父亲1个月只能回家2天。所以这个小姐姐之所以能吸引你，也是因为她在她的身上，你感觉到很多成熟的女孩子的那样的一种魅力。对，我能这么理解吗？对啊，那我这听你说来说去，没听着她哪儿成熟，你觉得她哪儿成熟啊？他结婚之前没有就是这么大花销，他什么事儿都商量来，现在也不商量。哎，那你就觉得他花销大，又爱囤东西什么的，那你这钱商量过吗？咱要不然，大家统一管一管，或者统一调整一下吧。对，老师我也商量过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向着他，我一说我管钱或者咱俩一起管，就打电话给我妈告状，我没告状，我妈就说我，然后呢。我每个月正常工资站脚以后，正常是我拿1/3，他拿2/3，因为我也要上班工作，我正常也吃个饭啊、喝个酒啊啥的，对吧？我拿1/3，就因为他攒不下钱，我寻思自己从我这1/3里，我抽烟抽差点的，我吃饭吃食堂，我偶尔攒点，万一家里有点急事，他攒不下来钱，我稍微攒点是不是可以急用？我放家里几处私房钱翻出来全给我花了。不是私房钱你还不藏好了？不是他藏我口袋里，他藏我包里，而且我也藏私房钱呀。我以为那是我自己藏的，我忘了。而且我存的比他存的多呀。然后他给我花钱抠搜的，他给别人花钱可大方呢。哎，他还给别人花钱呢？啊，对，他那个外边有的是妹妹。然后他有一次跟我说，就是有个女同事想跟咱一块玩去，然后在家住1天。我也
不是那个小气人，我就说可以来吧。他来了以后，然后我们出去玩去，大到门票，然后就是游乐设施的钱，然后吃饭，我们吃便宜的，吃面，就是人家自己挺好意思的，自己就点什么这个排骨啊、鸡翅啊，那一花好几百块钱的，然后走路走我俩中间，然后就哥哥的，他给我买个气球，人家说啊哥你也给我买一个吧，当着你的面儿，当着我的面儿，我当时我都没说什么，然后那个我就不太高兴嘛，那表情。他就给人家买完了，然后小到冰棍、矿泉水，这女的你说又带着手机，又不是没钱，就好像应该的。哥，你给我买个这个，哥，你给我买个那个，嫂子我哥呢？啊，你说他气人不？我就特好奇，你们两口子出去带一女同事，这是什么关系？不是，为啥你们仨一起玩，怎么出现这3个人组合的？有的时候那个朋友之间，尤其同事，一起吃个饭，出去那个组团溜达一下，不很正常吗？正好他那2天他家里没有人，然后我们都放假了，然后问他那个哥有什么安排吗？我说我看看周六周日上公园上哪儿去转一转。哥走人家两口子之间。那我岁数大，他叫我哥有毛病吗？不是，然后那个情人节收女同事礼物，知道他结婚了，他还送，他就收。你觉得他生气对吗？就是有你和你男朋友出去玩，中间还有一女同事，然后那肯定生气呗。老师，首先不管他是女的是男的，咋能不管女的是男的？你这话说的。他是同事，他同事来我家，别打着同事的名义搞暧昧，还那么理直气壮。什么就哥哥的？哥和哥能一样吗？啊，对他就觉得一样，他说那就是我妹妹，他比我小那么多，那就是妹妹，他就这么说。我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所以说那同事说那个他要出去玩，一起出去溜达，我才说行的。不是你没有想法，不代表别人没有想法。谁？我一个大老爷们，谁想我有什么想法？就你思想的吗？不是，我思想肮脏，我就不能让他来。这个事儿还有后续呢。你也啊，还有后续啊？你说他不是买了气球吗？然后看我掉脸了。他那个女生劝架不劝还好，劝完了之后，他在马路上就是大街上，给我，把气球踢飞，跟我吼，啊，说我啊，成天掉脸子给谁看？啊，你有毛病是吗？一出来玩你就掉脸子。就除了当街跟你吵架，还有什么脾气不好的？那晚上有时候玩游戏，跟人家玩的不开心了，梆，键盘就摔了，鼠标就咣咣砸得我心脏直突突。那键盘鼠标它不好用，它坏了，我扔了就是砸。然后我睡着好好的觉，他说砸就砸，手机卡了，啪就扔地下，就踩。总说我莫名其妙发火，不是莫名其妙。他本来就容易乱花钱，挣的还少。我俩每次周六周日出去，我都要提前2、3天去规划，怎么出游方便，怎么出游那个省时间，怎么出游省钱。他就不乐意。你出门也是定8点出门，人家8点第1趟车或者第2趟车，就非得给你赶到8点10分，就站那儿。跟你较劲儿，站门口拽着拽不动就不出去，然后出门以后规划了3天，路线想好了，门票都看好了，就是路过的中间该休息的宾馆都订好了，好容易拽出来了，门口就看到一个大巴车，就不知道去哪儿的车，拽着你就上车，一直到周末晚上都叫车都回不来，我第2天都差点上不了班。那要上班没有满勤扣点钱，你说不好的话，本来收入就少。那不是因为他平时太那个把计划当回事了吗？比如说他今天晚上9点想喝一个玉米粥，出去买饭的时候人家没有了，人家9点半给他个小米粥，他就得崩溃了。他就这样似的，他一点变化都不能接受。我买不着，我可以不吃，那买不着。那不吃你别犯病啊，在家犯脾气。咱俩给人定好的8点出门，你都准备完了，你为啥不出去？那点站着是什么意思？那不就是故意气你，故意跟你闹事吗？他没否定，他刚才就是直接承认了。我就是故意治你那个毛病，成天就把计划放在第一位，就是我觉得生活就是应该随心所欲的，就是应该。他就是故意的了是吗？他都说了，我就是想治他什么事儿都规划这毛病，所以故意耽误到8点10分，他就是故意的，故意上一个莫名其妙的大巴。对，要不然他什么都是计划好的，改变一点他的计划他都不愿意。费劲巴拉劲，我除了上班吃完饭，我一点点
查路线、查行程、查车次，我啥都安排好了，我笔记都记完了，你就说改就改那不是你自己的计划吗？那也不是我的计划。那不是你要出去玩的吗？妻子，我觉得你老公确实至少有一点也挺不容易的。那从上场到现在是一直扯着脖子在吼呀，这对身体不好啊。好生气的老师。生气。那你们俩这毕竟有9岁的年龄差，您这40出头了，是吧？这生孩子也算是高龄了，这孩子的计划有没有计划？结婚前你们商量好这生孩子的事了吗？这一般没商量。当时确实也没考虑那么多，但是也觉得有了顺其自然就要了。但现在是不要了。因为有猫了，有孩子了。我拿猫当孩子，我承认，但是这个一个我不想要孩子，是我年龄太大了，然后也是有一定危险。另外一个就是经济方面，他总说我花钱多，我觉得我花钱不多，而且我觉得猫比那个孩子省钱。孩子生下来到那个上学孩子不就有了吗？得花。最起码得我觉得得200万左右，就是连教育方面，那孩子上学幼儿园还得最便宜的还得2000左右呢。反正现在这核心落脚点就是猫也是问题，钱也是问题，这处处不和谐是吧？生孩子也是个大问题。哎，先生，你能说呢？既然我妻子不管是因为猫还是因为年纪大了就不要孩子了，咱本来就差9岁，42岁确实也挺高龄，就不要了，这能接受吗？怎么接受？接受不了，谁家没有？我老孙家我独苗，我再咋的我要。前面还说顺其自然，有就有了，没就没。顺其自然是今天有，过2天有和过2年有是一样的，不是说不要啊。谈恋爱之前俩人都干嘛不说好啊？这不商量的这事儿，差这么多年龄。那个时候说顺其自然就行，谈恋爱没结婚之前说明白，我老孙家独苗。我顺其自然，我今天也行，明天也行，后天也行，我没。后天就生不出来了，多大了，大哥？我也没逼他，就去，昨天就生了，那玩意儿他现在不要啊。这咱不着急啊，老孙，咱1个月挣多少钱？6000。现在1个月如果不算兼职的话，就正常稳定收入是6500左右。6500，让这6500里让你拿出5000块钱养娃，你愿意吗？愿意。愿意是吧？唐女士，她愿意直接就拿出所有的收入来养娃，不是？我告诉你，养得起。我们这边有一个妻子，就靠自己挣那俩钱，把一女孩养到10岁了，2000来块钱。各位老师，就是首先猫的花销确实，对我。哎，这个问题能稍微讨论一下吗？就如果啊，咱们夫妻2口子过日子嘛，您爱养猫没问题，有些人救助流浪猫几十只的都有，但是咱的伴侣他就是不太受得了。对吧？这总得协商吧。哎，您能稍微就是说协商？他说至少把那个他养不了那老挠的猫，能不能商量？不能哈。就您这个是不能商量，5只猫都是我的孩子。对，不是是这样，咱们聚焦一下问题，一个是养不养猫，一个养几只猫，这有的谈吗？没得谈，那个猫没得谈，他带回来就一定要5只猫，对吧？少1只都不行。猫给我挠了，就是对啥样？猫给我挠了。哎呀，老孙呀，别说那猫挠不挠你了，现在是这个女人，她这5只猫坚定的不放弃，并且坚定的不想生孩子，你能不能接受？接受不了。接受不了就拉倒。反正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我问问场上这对比他们稍微年长一点的，您怎么看他俩没孩子的夫妻啊？过来人。我觉得吧，这个猫就是量力而行吧，毕竟你老公开的也不是特别多，是吧？你给猫花个2000块钱，这个挑费也是有点大。你看咱们这个养动物，就是肯定是有感情的。我跟你说，这个感情真的很深厚。你说要不要孩子？我告诉你，第一，就是说他答应了要孩子，我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心理当中有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他得先看见那个孩子，还得培养一段时间。你才能够真正的，比如说是猫重要还是孩子重要？宝宝这个呢，能维持你们2个人更长时间的这种爱情，我建议还是你们再想一想，尤其是女方这边，有了孩子也有宠物，一样都是爱的，只不过就是家里面再多一个老八，是不是？老孙，你有一特点，就是你只愤怒。你不决策，从小呢，爸爸可能1个月回来1、2天，妈妈也是频繁的出差。你可能从小长到大，很少看到爸爸妈妈作为成年人、成年男女，怎么决策家里的一件事儿。你今年30好几了，现在咱们做个决策吧。注意啊，你丈夫呢？你这个丈夫他确实没长大。
从小不知道夫妻之间应该怎么沟通，他没观摩过。但是你记着，他有一天真要是决策的话，他可是冲动决策。所以，你非逼着一个33岁，在决策层面上还是个孩子的男人做冲动决策吗？我最多我没说你应该要或者应该不要，我就问这事儿能不能商量？我最多只能接受顺其自然，不能接受特意要孩子。那好，每天晚上猫不上床才有机会顺其自然，这事儿能商量吗？猫，我还是想让猫跟我在一起。好，也就是说您的顺其自然实际上是不对吗？他不会去做的，我了解的。那您现在已经得到了结论，是不是该做决策了？你33岁了，注意这个沉默，注意这个沉默。行嘞，我不诱导。两个都希望拥有家庭的人本来在一起，那真的是应该组建一个温暖的家。你们把日子越过越冰冷，婚前还挺好的呢，还觉得你疼我，我爱你，对吧？婚后呢，一点儿也没有调整自己的单身的生活状态。你想，你们当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天南海北，年龄差距还能走到一块儿呢？其实彼此身上都有对方需要的那一个部分。亲爱的们，这个很重要。它其实走到一起真的是缘分也深，互补也深。你们是本来应该有一个很好的链接往下走的。今天把日子过成这样，我挺唏嘘的。两个不容易的人，缺爱的人，你们真的应该退一步，去看看彼此身上有什么样的吸引自己的初衷，守着这份初心。我们把日子稍微调整一下。生孩子，我认为水到渠成。其实你老公也说了，咱顺其自然，好好过日子。咱生了，咱千恩万谢，感谢生活。实在没有，就我老婆年纪大了就不好怀上，没怀上，你会因为这个不跟你老婆过了吗，先生？他如果愿意配合你，咱就生孩子。但是实在是就没怀上，我只是你可以试管，我这可以试管，那试管如果也没弄上呢？不可能也不行啊，不可能也不行。那玩意儿要就可能就必须得要，没有啊！你可真的，我俩婚检之前都做过，身体都是健康的。有点医学常识哈，这个它成功率不是100%啊，尤其还和年龄啊、自身身体状况有很直接的关系。我就问这么一个死问题：如果他也配合你试管，认认真真备孕，他就没怀上。我觉得这个沉默其实有两重意思：一，你老公是挺爱你的，他不舍得；二，他确实需要老孙家留个后，这是他人生他认为必须完成的使命。女士，你要好好思考啊，这个沉默它是有含义的。其实从一开始我就说了，当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之后，紧接着出现了5只猫。那5只猫的出现不是因为那个猫有多么的可怜或可爱，而是因为你们在拿一个现实问题回避亲密关系的问题。而对于先生来说，你刚才的那个沉默虽然代表了你的一个态度，但是我觉得可能你也不那么能轻易的放下这段婚姻。为什么？因为你太习惯一个女人，她有别的东西比你更重要。在你小的时候，你妈妈她的事业比你更重要。在你婚姻了，你的妻子她的小猫比你更重要，而你也太习惯跟一个不拿你当回事儿的但又离不开你的女人在一起生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习惯当中，你总想着我再多做一点，我再努力一些，我再等一等，我再给他讲讲道理，他就能把我当成第一位的，我就能超越他心里最重要的那个。对不起，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那是你想要的，不是他想要的。如果你们把人生都搁在创伤里，那就一辈子都疼着。如果你们现在勇敢的去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去选择，那你们还有可能去在勇气当中获得幸福。谢谢。我请问，你如果离开了他，我们不说别的，5只猫你养得起吗？
哼哼，你好害怕离开他，你所有的行为追寻着3个字儿：安全感。你为什么买那么多便宜的，可能自己还用不上的那些日用品呢？你怕错过了，就可能付更多的钱去买，你怕不值啊？你为什么一定要破坏他的计划？因为你要挑战你在家里的这个权威感、地位。我就是要破坏你的计划，显示我比你更强。你也不能没有他。可是他好像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让你能够生一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因为什么呢？他太不成熟了，有时候他像你们家第6个猫咪。有一点。所以说啊，你对他是又爱又无奈，你怎么能把自己的未来的幸福放在一只小猫咪、一个孩子身上呢？你怕呀，可你又真离不开他呀，对吧？你真对他也是爱呀，就不知道怎么办呢？他没给你信心啊，先生，你的确你没有给他足够的力量感，你身上缺乏力量感。力量感不是你有多壮啊，你有多高。你看你比他高那么多，但是你好弱。男人的力量感来自于什么？力量感来自于你给对方的安全感，他能够靠得住你。你什么时候给了他安全感，你什么时候长大了，他自然而然的就愿意给你生宝宝了。其实你们俩现在的状况呀，先解决了婚姻问题，才能谈到孩子问题。但是呢，时间又很紧张，毕竟女士的年龄放在这儿，所以真的还得做一个妥善的思考，找到一个适合的方法。我们请2对夫妻先回到我们的站门后头，一会儿看看你们的最终选择。来，有请2位。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您通过金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本期节目，也欢迎您登录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来观看完整视频。啊，这两对夫妻哈，应该会出来吧？你们怎么觉得？我觉得第一对应该可以啊，第一对这个这是100%的啊，第2对这个呢？先请第一对吧，不带这样留包袱的啊，让他们就考虑。咱先看看第一对的选择吧，来，请开门。咱先看看第一对的选择吧，来，请开门。哟，你看手牵着手就出来了，真好。好，站那心尖尖上。好的，出来了，手牵着手，我们一起见证一下吧，属于你们的幸福。一家人。那100多万还提吗？提不提了？不提了。1个月2000给谁？给老婆呗。相爱不容易哈，祝你们幸福。谢谢2位，谢谢老师。来，幸福。对，要好好的啊，越来越对得起自己。加油加油！第2对夫妻没孩子哈，对，那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来，请开门。出来了，哎。这特别理解，突然之间可能面对了人生当中第一次重大严肃的抉择，所以还有点迷茫，懵着呢。但既然牵手出来了，说明还是愿意心往一起走，日子往一起过啊。那你们达成了什么一致吗？就是那个老师说的，如果他给个我足够安全感的话，那什么就也能生是吧？好，那拥抱一下吧，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幸福，来一起见证啊！加油！这萌的身高差是挺温暖的，看着哈。你看，
多恩爱。哎呦，来亲一个，亲一个都变巧了。哎呦，哎呦，真好，这画面多好啊！哎呦，你看看，加油吧！祝福两位，谢谢你们，谢谢，再见。再见，谢谢老师们，这边。那我们节目呢是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看电视享5G选中国广电。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次再见。